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美股的纳斯达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深圳成指啊，国内深圳成指。可能有的人问你为什么不用上证指数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深圳成指相对来说整体走势的结构更标准一些或更清晰一些。在我认为，一定是寻求那种我熟悉的、我认识的这种结构形态去研讨、去分析。那深圳成指来看的话，整体走势前期第一波走势没有什么太多说的啊，这就是上涨的第一浪。第一浪结束之后呀，整体市场是进入到了这个中期的调整市当中。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ABCDE 的结构 ，ABCDE 的结构。那如果按照这种结构来划分的话，那目前其实就是处于这波下一轮中国牛市的或者主升三浪牛市的这样一个初期。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结构形态是出现了一个疑似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结构。那如果给这里定性为这是大一浪的话，那么这个调整浪它就是一个大二。好，那按照这样的结论去推导的话，那么目前我们一定后期主升三浪是幅度是比较大的，主升三浪的幅度是比较大。那如果按照这样的结构划分，那么目前大概率我们仅仅是处于三浪一当，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三浪一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啊？哪一个阶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周线图。从周线图来看啊，这里出现了一个疑似所谓的引导楔形的一个结构，五波推动，1、2、3、4、5，这个五波推动结构形态应该还没有走完，等这个走完，应该是完成了三浪一，这刚才我说过。那按照这个结构划分，其实引导楔形我们是处于当中的最后一波形态当中，三浪一当中的子浪五。好，那周线的结构我们划分清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线。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处于周线的子浪五当中。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日线调整式，目前也是处于一个调整式。那按照这样的预期发展，我们可以认定当下我们是处于深圳成指日线某一级别、日线级别的这个调整浪四当中。这个调整浪四应该还没有走完。第一点，我们先用黄金分割来划分一下它下方所存在的目标价格支撑。第一个支撑是位于0.246的位置啊，也就是12890附近12890。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支撑位置是位于236.382中值的位置，这个位置大致是位于12610。好，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支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当中两波调整啊，这个浪二和浪四的一个比例关系。我们先来看第一次调整，用了27个交易日。好，我们再对比一下当下，截止到目前来说啊，这波调整大概用时是26个交易日。也就是说，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啊，常规的这个浪四的调整时间跨度应该是等于或者大于浪二的调整。所以近期等待这个浪四的调整结束之后，深圳成指按这个结构划分，应该向上还会再出现一个新高，所以对于最近的这个阶段性的调整，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分恐慌。可能前期涨得比较快、涨得比较狠的这些大科技，最近确实回撤的比较深，那也是因为它整体涨幅太大了啊，所以出现回撤是情理当中的，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行情，正常上涨，然后良性调整，然后再正常上涨，只有这样的交替，这波行情才能走得相对来说比较远一些。12890、12610啊，这两个位置大家最近要特别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此次上涨的这个引导楔形五浪整体向上，它的空间我们依然会采用这个黄金分割。那通过黄金分割可以看到啊，上方第一个压力目标，后期一旦创出新高，第一个压力目标位于14240到14260这个区域，这是第一个位置，这是我们通过黄金分割得出的。第二个位置是位于这个趋势线的压制，其实趋势线的压制有两条，第一道趋势线的压制啊，大致是位于15080，第二道趋势线的压制大致是位于16280。以上这四个点位啊，基本上也就是这一轮三浪一向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近的这几个压力目标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些位置，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啊，因为三浪一走势完成了之后啊，可能会有一个三浪二的调整，而且这个幅度会比较大，所用时间也会比较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来说这一波牛市的初期是从24年2月份运行到今天，大致是1年8个月、1年9个月。那后面如果三浪二的调整出现之后啊，它可能这个调整时间我们就需要看半年或者8个月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完成。所以中途深圳成指已经告诉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我们有可能是处于这波三浪一当中的子浪五的一个末端。后期日线来看可能还有高点，但是现在已经不能过分看涨，
过分看待，该做防守的防守，前期涨得高的品种我们该了结的了结。当然，随着后期最后这一段日线级别的上涨，有些品种我们还是可以参与这个浪的走势里面，很多品种我们还是可以参与，但是一定要是挖掘这种有补涨迹象的股票比如说大科技里面，龙头龙一龙二涨得比较凶了，我们就去挖掘这种龙三龙四龙五涨幅不大的，它才有补涨的效果。至于其他的一些垃圾板块、遗留板块，我个人觉得基本上可以选择不看可以基本上选择不看，还是要跟着核心主线去走去发展。当然，目前我个人认为这波牛市还是处于初期这波牛市可能最后运行完毕的话，这个大三浪走完的话，可能它需要7到10年的时间所以现在整体来看还没有到一个行情所谓的爆发期或者加速期，但是中途行情也是一波波做的我们也是要掌握当中的一个节奏好，这是目前我们对于最近一段时间深圳成绩的看法。通过刚才一系列划分，那么我们也知道了日线等待最近这个调整结束之后，应该向上还会有一个新高的出现。等这个新高出现了，那基本上可能就是要考虑风险的问题。好，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关于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以及国内 A 股的深圳成指的两种指数的一个看法。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白铁龙